今天我们来讲一个60多岁的老张的故事。老张平时注重养生，到了定期健检时，他信心满满的去做了一连串检查。然而，当他拿到健检报告时，原本的从容不见了。报告上满满的异常2字让他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红字仿佛一个个警报在对他喊：出事了，你的身体有问题。老张越看越害怕，脑中开始上演各种可怕情节。其实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？拿到健检报告，一看到不在正常范围内的数值或注疾，就开始自己吓自己。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老张的报告，一起看看60岁后常见的8种健检异常，其实多半没那么可怕。医师提醒，遇到这些状况千万别过度治疗，否则不仅白花冤枉钱，还可能让自己白受苦。现在就跟着我们逐一拆解，找回您的安心。首先，老张看到报告的心脏超音波结果写着2间半轻度逆流，他的心立刻一沉，心脏瓣膜关不紧，这是不是心脏要坏掉的前兆？他回想起新闻里某某名人心脏瓣膜并发猝死的案例，不禁额头冒汗。难道我也随时有生命危险吗？真的需要马上开刀换瓣膜吗？事实上，医生看了老张的心脏超音波，并不惊讶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心脏瓣膜就像用了多年的门栓，可能有点松动，关不那么紧了。轻度的心脏瓣膜逆流在60岁以上族群中相当常见。医师解释说，老张的是2间半轻度逆流，表示心脏左心房到左心室的瓣膜有一点点回漏，但这种程度的回漏如同门没完全关紧，但只留了一条小缝，对房间保温影响不大，对心脏功能而言影响也通常不大。老张没有任何胸痛、喘不过气或心悸等症状，平日走路爬楼也没觉得吃力。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侵入性治疗，定期追踪即可。医生可能会建议控制血压、血脂，避免让心脏负荷加重。很多银发族只要一听到瓣膜漏，就联想到大手术。但医师提醒，并不是所有心脏瓣膜异常都要开刀，只有当逆流严重到影响心脏功能，例如造成心脏肥大、衰竭症状，或出现明显不适时，才需要考虑手术治疗。像老张这样的轻度逆流，定期检查追踪即可放心生活。如果一时紧张跑去要求动手术，不但承担开刀风险，医疗费用也可能好几十万起跳，实在没必要。听了医生的说明，老张长舒一口气，拍拍胸口，原来我的心脏没问题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松了一口气的老张继续往下看，接下来是一项血管检查报告，颈动脉粥状硬化斑块，这几个字映入眼帘，又让他眉头一皱。老张心想，动脉硬化斑块是不是代表血管快堵住了？会不会中风或心肌梗塞？他想到邻居老李去年就是因为颈动脉严重阻塞去做了支架手术，又贵又折腾。难道我也要跟进装支架，甚至开刀换血管？其实适度的动脉硬化是年龄的副产品，就像水管用了多年，难免内壁结一些水垢。我们的血管随着岁月推移，多少会有粥状硬化的现象。报告中的斑块指的就是血管壁上一些胆固醇沉积形成的小凸起。医生解释，老张的颈动脉超音波显示有些小斑块，但管腔狭窄程度并不严重，例如不到 50% 狭窄。这种轻中度的动脉硬化其实无需恐慌，更不需要立刻动手术。正确的做法是调整生活习惯，控制三高、高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，必要时在医师指导下服用一些降胆固醇或抗血小板药物，预防恶化。斑块本身并非不定时炸弹，小的斑块稳定存在血管壁上，血流仍能通过，就像水管内壁的一层薄垢，水还是流得动，只是要注意别让水垢继续变厚。相反地，真正危险的是长期不管控，让斑块越积越大，甚至破裂时，才容易引发血栓堵塞血管。所以看到动脉硬化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血管已经不堪一击，要冷静判读严重程度。医师强调，只有当血管狭窄程度很高，例如超过70%狭窄，
已经影响器官供血或斑块不稳定有破裂风险时，才需要考虑支架或手术治疗。很多银发朋友一发现有斑块就四处求医，想通血管，甚至有人花大钱购买来路不明的清血管产品，结果既没必要也没效果，反而浪费钱。老张在医师建议下，开始每天饭后快走，清淡饮食，并定期服药控制胆固醇。他的血管斑块情况稳定，没有恶化，人也放心不少。动脉硬化听起来吓人，但别过度治疗，听从专业建议做好保养，比起乱求医花大钱来得有效。这时老张翻到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LDCT 的结果页面，只见上头写着右上肺发现结节 0.4 公分肺结节。老张的心又揪了起来，他联想到近年常听闻的肺癌筛检，许多人一发现肺部有小结节就忧心忡忡，生怕是癌症。难道我的肺长了肿瘤？我过去虽没抽烟，但偶尔应酬场合也吸入二手烟，会不会各种念头涌上心头，仿佛觉得胸口都隐隐作痛起来？肺部的小结节真的等于癌症吗？别急，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肺结节。医师耐心解释，肺结节其实是指肺里发现直径约在3公分以下的局部阴影或小团块 0.4 公分，也就是4毫米的结节属于极小范围，大部分情况良性几率极高。统计显示，像老张这样几毫米大小的肺结节，超过90%以上都是良性的，可能只是以前感染留下的疤痕组织，或一些局部的纤维化、小钙化点等。真正恶性的比例非常低，不到几%。而且医生在影像上也会观察结节的外观特征，如果边缘光滑、形状圆滑，没有明显肿瘤特征，往往更偏向良性。对于这类小结节，标准做法通常是定期追踪，而非立刻动刀。比如3到6个月或1年后再做一次肺部影像检查，看看结节有无变大或变化。如果结节一直维持稳定大小，多半可放心，它可能压根就不是肿瘤。而假如结节逐渐变大，出现毛边或短时间内倍增，医生才会建议进一步处置，例如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。医师还举例，现在很多健康成人去做低剂量肺部断层扫描，发现小结节的比例很高，但大多数人追踪多年结节也没怎样。如果一发现就恐慌，要求切除，可能做了白白挨一刀，花了大钱，结果切出来只是良性结节，反而损失了一小部分肺组织。曾有患者因为害怕，坚持开刀切除了不到1公分的肺结节，手术费用和住院照护花了数十万，结果证实只是肉芽肿，并非癌症，等于白扔钱又白受罪。因此，对待肺结节要理性，小又低风险的结节观察就好，不要过度治疗。当然，医师也提醒老张，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嗽、痰中带血、胸痛等异常症状，或结节长大变化，务必及早复诊。但现在，老张可以安心回家，定期追踪肺部即可，不必自己吓自己，把小结节当末期癌症。紧接着，老张看到报告中甲状腺超音波的结果，右叶甲状腺发现 0.7 公分结节，这下他又慌了神，甲状腺上长结节，会不会是甲状腺癌？近年来听说甲状腺癌发生率增加，不少人都是健检发现结节后确诊的。老张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倒是感觉不出什么肿块，但报告白纸黑字写着结节，他不由得忧心，要不要干脆开刀把甲状腺割掉，不然万一哪天恶化就麻烦了。其实甲状腺结节是中老年人身上最常见的惊吓之一，特别是女性，随着年龄增加更是容易长结节。在一般人口中，每5个人左右就可能有一个找得到甲状腺小结节，但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。医生一看到老张结节的大小和超音波描述，就安慰他不用过度担心。首先 0.7 公分 7毫米算是偏小的结节。医生说，一般来说小于1公分的甲状腺结节，如果没有可疑的超音波恶性特征，例如不规则边界、强回音、钙化点等，大可以不用理会，定期追踪超音波就好。临床统计显示，
甲状腺结节中约有 95% 都是良性的腺瘤，囊肿或增生结节终身不会发展成癌症。就算不幸是那 5% 恶性几率，甲状腺癌多是进程非常缓慢的癌症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也算相当高，所以把甲状腺结节直接与绝症划等号，实在是过度联想了。老张疑惑地问，那我要不要做穿刺检查确定一下？医生解释，如果结节没有变大的趋势，且影像判读良性可能性高，马上做细针穿刺其实没有必要，毕竟穿刺也是有创检查，小结节很难准确刺中，而且过程会有些不适。如果未来结节长到1公分以上，或外观出现可疑变化，再安排穿刺不迟。至于开刀切除甲状腺，就更不是现阶段该考虑的了。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妈妈，一听到甲状腺长东西，就要求医生开刀切除，结果切出来是良性肿，也白白失去了甲状腺。术后还得天天服用甲状腺素补充，平添生活不便。因此，甲状腺结节切勿一发现就大动干戈。医师帮老张分析了他的结节属于低风险，建议他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。如果结节大小、形态都稳定，那就只是体内长了颗包，不会伤害健康，不必为了赶尽杀绝一颗无害的结节去花大钱挨刀。听完说明后，老张悬着的心又放下了一半，暗自庆幸还好先问问医生，否则差点就自己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。接下来老张翻到腹部超音波的部分，毕竟年过60，医生帮他安排了肝胆肾等腹部器官的检查。果然报告上也有几处异常标注。他先看到肝脏发现 2.3 公分囊肿啊，肝里长囊肿，会不会是肝癌？又往下看，肝右叶高回音区，考虑血管瘤。血管瘤，老张只觉得眼前发黑，肝脏里怎么一下冒出囊肿又是瘤，感觉情况很严重。但熟悉医学的人可能知道，肝囊肿和肝血管瘤其实都是肝脏上常见的良性发现。医生见怪不怪地对老张说，别看瘤这个字就吓坏了，肝血管瘤并不是癌，而是一种良性的血管团块。至于肝囊肿，则是内含液体的囊泡，也几乎不会恶变。医师解释，肝囊肿通常是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小水泡，里头充满清澈液体，长得很慢，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肝功能，更不会变成肝癌，除非囊肿特别大，大到超过5到10公分，甚至挤压到其他脏器造成不适，否则不需要治疗。老张的肝囊肿只有2公分多，属于小囊肿范围，完全不必理会，只要每年例行超音波观察一下有无变化就可以。肝血管瘤则是另一种良性肿瘤，由密集的血管丛组成，在一般人群中并不少见，特别是中年女性比较容易发现肝血管瘤。大部分肝血管瘤在肝脏内静静存在，不会引起症状，也不会恶化为肝癌，跟癌症没有直接关联。老张报告中提到的高回音区考虑血管瘤，表示超音波影像上看到一块亮亮的区域，典型的良性血管瘤表现。医生告诉他，小于5公分的肝血管瘤一般不用特别处理，如果血管瘤比较大，超过5到10公分，而且位置靠近肝表面，则需小心因外力撞击导致血管瘤破裂出血的风险。但老张的血管瘤只有约2公分，而且位置深，不存在易破裂的风险，因此无需治疗，只要和肝囊肿一样定期追踪观察即可。老张这才弄明白，原来囊肿也好，血管瘤也罢，在肝脏里都算是良性的装饰品。许多人肝上都有1、2颗，还浑然不知。如果贸然要求开刀切除这些东西，反而因小失大。肝脏手术可是大手术，出血风险高，恢复慢。一旦切了，发现根本是良性病灶，不仅白挨了一刀，还可能伤了肝功能。更不用说手术费用和住院照顾的花费会让荷包大失血。所以看到肝囊肿、肝血管瘤这类报告发现，千万记得别自己吓自己，也不用急着治疗，在医师的指导下定期检查追踪大小变化即可安心。老张听完如释重负，拍着肚子笑说，原来我的肝只是长了几颗良性小东西，吓死我了。
放下肝脏的报告单，老张接着关注肾脏检查结果，果然也有标注右肾发现单纯性囊肿，大小约3公分。他苦笑着摇摇头，心想怎么我哪里都长囊肿。不过刚听完医生讲解肝囊肿，对肾囊肿他倒是冷静了一些。肾囊肿其实和肝囊肿类似，也是充满液体的囊泡，只不过长在肾脏上。随着年龄增加，肾囊肿几乎是见怪不怪的良性发现。有资料指出，超过50岁的人群中，将近一半都能在肾脏影像上发现1-2个小囊肿。大多数肾囊肿是单纯性囊肿，意思是里面就是水样液体，没有肿瘤成分，不会影响肾功能，也不会恶变。医师笑着对老张说，可以把它想象成肾脏表面长了一颗小水痘，只要水痘不大，不影响健康，人体完全可以与它和平共处。一般来说，小于5公分的肾囊肿如果没有症状，根本不需要管它。老张的肾囊肿3公分，属于典型的小囊肿。医生嘱咐，只要日常多喝水，定期回诊追踪大小就行了。如果囊肿未来长到超过5公分甚至更大，或是位置刚好压迫到肾脏其他组织，导致腰部酸痛不适，届时再考虑治疗。治疗方式通常也不是开刀切肾这么剧烈。对于单纯性囊肿，可以用微创的方式在皮肤戳针进去引流囊液或注射硬化剂，使囊肿萎缩。不过老张现在的情况离那还远得很啊。许多长辈一听到肾囊肿就被囊肿2字吓坏，以为肾上长了肿瘤，但其实完全是两码事。肾囊肿不是癌，也不会变癌，更不像肿瘤会无止境长大侵蚀肾脏，甚至有人一辈子带着几颗肾囊肿，生活也安然无恙。所以对付肾囊肿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，如果贸然开刀，反而可能损伤肾功能，又得不偿失。老张点点头，决定回去也告诉担心自己肾囊肿的老朋友们，咱们这岁数肾上长颗水泡很正常，没事别乱动刀，省点钱留着旅游不好吗？看完肾囊肿，老张再往下看胆囊的部分，他隐隐记得之前公司同事就有人健检发现胆囊长息肉，结果吓得赶紧把胆囊割掉。报告上果然写着胆囊息肉最大约 0.5 公分。老张自言自语，胆囊又长息肉，我是全身上下到处长东西啊。虽然刚才几项都证实是良性的，但他对胆囊息肉印象不好，因为听说有人胆囊藏息肉，最后变成胆囊癌，非常凶险。胆囊息肉到底要不要紧呢？医师解析道，其实胆囊息肉是相当普遍的，超音波发现在一般人群中约有 5% 到 10% 的人能检查出胆囊息肉。它本质上是胆囊内壁长出的一个小凸起物，很多其实是所谓胆固醇息肉，只是胆汁中胆固醇沉积形成的小肉芽，算是良性病变。而真正的胆囊腺瘤性息肉有些有恶变风险，但主要和大小有关。国际上普遍认为胆囊息肉大小是判断是否需要手术的关键。一般来说，小于1公分的胆囊息肉绝大多数是良性，不太会恶变。像老张这样最大的息肉只有 0.5 公分5毫米，属于非常小的息肉范围，几乎没有立即变成癌症的可能。这类息肉最适合的处理方式就是定期追踪胆囊超音波，例如每半年或1年扫描一次，确认息肉没有快速长大即可。反之，一旦息肉超过1公分或短时间内明显变大，医生会担心有恶变风险，才会建议预防性的把胆囊切除以绝后患。老张松了口气，毕竟 0.5 公分离1公分还远得很啊。医生笑着补充，很多人误以为息肉不痛不痒就不用管，但该追踪还是要追踪。也有人一听到有息肉，不管大小都吵着要开刀，那也是没必要。像老张这种情况，乖乖定期检查就行。如果乱求医动手术，不但白挨一刀，没了胆囊，以后吃油腻食物还容易腹泻不舒服，而手术费用也是笔不小开支呢。其实胆囊息肉本身并不会让人有任何感觉，它不像胆结石会引起绞痛，多数人都是体检时才知道自己长了息肉。既然它目前对我们毫无伤害，我们也没必要兴师动众把胆囊拿掉，只需要防范于未然，密切观察就好。老张这下完全放心了，他决定采取医生建议，
半年后再回来照超音波看看。平常注意清淡饮食，别让胆囊负担太重。同时他心中暗笑，自己一开始又紧张过头了，小小息肉不至于要你破财开刀，真是差点自己吓出一场手术。读完上述所有报告项目，老张长长的出了口气。最后他注意到一项男性特有的指标 PSA 摄护腺特异抗原，报告显示他的 PSA 值略高于正常，旁边用红字标出异常偏高。老张皱了皱眉，摄护腺指数高，难不成是前列腺癌的信号？他想到邻居老赵前年查出前列腺癌，也是因为 PSA 偏高进一步检查确诊的，不禁心头发毛。今年刚满60出的这份报告，难道给自己判了癌症死刑？实际上 PSA 升高确实会让人提高警觉，但单单 PSA 高并不等于癌症确诊。医师看到老张的 PSA 值，假设粒子为5ng/ml 出头，正常上限约4后，并没有立刻下结论，而是详细询问了他最近的状况。原来老张平时喜欢骑自行车运动，而且在检查前一天还有夫妻生活。医师解释，这些因素都可能让 PSA 短暂升高。摄护腺特异抗原是前列腺分泌的一种蛋白指标，前列腺发炎、良性肥大，甚至最近有性行为、骑脚踏车压迫到前列腺，都会让 PSA 值临时上升一点点。因此单次的 PSA 略高不代表就是癌症。临床上判读 PSA 要看数值高出多少以及变化趋势。老张这次偏高一点，医生建议他过几周避免上述影响因素后再重测一次，结果可能就恢复正常了。如果持续偏高很多，或短期内不断上升，医生才会安排进一步检查，比如前列腺超音波、核磁共振，甚至穿刺活检，以确定有无癌变。况且就算不幸发现早期癌症，现代前列腺癌治疗效果也相当不错，还有积极监控这种策略，对于生长非常缓慢、恶性度低的前列腺癌病例，医生可以不马上治疗，而是密切观察肿瘤动态，等有变化再介入，让患者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或放疗副作用。老张听了这些解释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他自嘲道，原来是我骑单车骑出来的假警报呀。其实上了年纪的男性几乎都有摄护腺肥大的现象。摄护腺就像年轮，年纪越大体积越大，挤压到尿道还会引起排尿不顺等小毛病，这些都属于良性的老化现象。如果没有明显症状，一般只需观察或服药控制，不需要一看到 PSA 高就联想到最坏的结果，更不该动辄要求做创伤性的治疗。医师提醒老张保持每年一次的泌尿科追踪检查，注意多喝水，避免泌尿道感染，这样摄护腺的状况完全可控。他更庆幸自己没有冲动去预约什么昂贵的正子扫描、自费筛检，先让专业人员评估是正确的，避免了可能的过度医疗开销和身心压力。检查报告终于看完了，老张仿佛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的心情旅程，从最初的如临大敌，到现在在医师专业讲解下如释重负，他不禁感慨万千。原来上了年纪后，健检报告上的许多异常，其实只是身体老化的正常现象或良性变化，未必需要大动干戈去治疗。回首刚拿到报告时，他满脑子都是癌症、手术、重病卧床的可怕画面，差点就被自己的恐惧击倒，所幸及时向医师请教，才避免陷入过度治疗的陷阱。老张握着报告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以后可不能再自己吓自己了。是啊，60岁后的我们更需要理性看待体检结果。健康检查的目的是早期发现问题，及早因应，但不代表发现每个红字都要立刻消灭它。有些指标偏离正常值一点点，可能只是身体的调试反应或检测误差。有些发现看起来怪吓人，其实对健康影响不大。这8种常见的健检异常，从心脏瓣膜轻度逆流、动脉硬化斑块，到肺结节、甲状腺结节，再到肝肾囊肿、胆囊息肉以及摄护腺指数升高，都属于不要慌，观察先的类型。过度治疗不仅无益，还可能带来新的问题。试想，一刀下去，不但身体受创，几十万医药费也撒出去了。
结果发现原来根本没必要，这是多么大的遗憾。聪明的养生之道是在专业医师指导下，区分轻重缓急，该治疗的绝不拖延，不该治疗的也绝不乱治。我们要学会与身体的某些小异常和平共存，别再自己吓自己。也劝父母长辈别为了一两个红字整日提心吊胆，保持良好生活习惯，加上定期追踪复查，您的健康您做主。总而言之，60岁后看健检报告，记住医生这句话，若检查出上述8种异常，千万别过度治疗，放宽心态，理性应对，我们就能既照顾好健康，又守住了荷包和生活质量，真正做到安心乐活每一年。祝福每一位银发朋友都能以平常心面对健检红字，活得健康又自在。